透过车窗，他发现车主的钥匙没拔，但车门却是反锁的。他再仔细一看，后排竟然装满了炸药。突然，一艘满载欢笑的游轮瞬间被爆炸的火焰席卷，在水面上被烧成了灰烬。原本是一个个带着家属度假狂欢的海军士兵，如今却变成了一具具被装在裹尸袋的冰冷尸体。已知的遇难人数高达543人。ATF 的探员道格·卡林很快抵达了现场，尽管见过各种大场面的他看到眼前的场景也不免为之一颤，但很快他就调整好了心态，展开调查。在岸边，他发现地上有无数蓝色的塑料碎片，上面还沾有绿色的引线，因此他推断这爆炸很可能不是意外，而是一起有预谋的恐怖袭击。为了验证猜想，他安排助理联系交通局调取新月大桥的监控，因为那里有最好的俯瞰点和一些他需要的证据。在 FBI 探员保罗的帮助下，他找到了一些不属于这里的东西。Ampho, ammonium nitrate, water-soluble fuel oil would have burned off during the blast. Between the river and the rain, if Ampho was used, the only place you'd find it would be underneath this bridge. That's right. 金属引线上的绝缘层有标注生产厂家，可以以此追查到开关设备和炸弹的电源是哪里来的。加上大桥底下的爆炸残留物，足以证明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恐怖袭击。但汇报完毕后的他看着临时指挥中心的几位领导，目光呆滞，只好随便找个借口离开，再自行继续调查。回到办公室，他让助手回放大桥监控录像的同时，助手递给他一个电话号码，说有一个嗓音很性感的女人不久前打电话询问他的情况，但现在他回拨对方的电话无人接听，而监控里恰好又发现了异常，所以他只好暂时先留言。Yeah, this is ATF agent Doug Carlin returning your call. My cell number is 504-555-0130. 他们在监控里发现一个可疑人骑着摩托车停在大桥上观望，而时间是10点47分，正好是爆炸发生之前。可由于摄像头的距离太远，不足以识别对方的身份。也在这时，秘书汇报说，警局从爆炸案的水域捞上来一具女尸，需要他去处理。他原本以为也是爆炸案的受害者，打算交给其他同事，但对方给了他一个不得不去的理由。10:42 a.m. 发现那具被烧伤的女尸的时间是10点42分，也是在爆炸发生之前。而这具女尸的确就是他破案的关键。他伸手去摸了摸死者的嘴唇，然后放进嘴里舔。What are you doing? 面对法医的质问，他说死者生前被人绑架，用紫外灯一照，嘴上果然有胶带的痕迹，加上死者身上也有炸药的味道，他不得不怀疑他的死和上午的邮轮爆炸案有关。再仔细观察，死者右耳有一颗宝石耳钉，但左耳却只有一个明显的红印，说明生前手脚被绑有过激烈的挣扎。右手的4根手指被整齐切断，但戒指还在手上，说明凶手不是求财。看着死者没有瞑目的眼睛，卡林决定到他的家里调查看看，可在这里他却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冰箱上的英文拼写说你可以救他，一旁的报纸是死者刊登的一则出售车辆的信息。屋内没有任何打斗痕迹，但水槽里却有一块带血的毛巾。他一边听电话答录机里的留言，一边把这些线索记到本子上。可就在这时，电话答录机里居然传来他自己的声音。害怕听错，他又重听了一遍。Yeah, this is ATF agent Doug Carlin returning your call. My cell number is 504-555-0130. 死者生前居然还想办法联系过自己，这不由让卡林觉得有些奇怪。指挥中心已经被更专业的 FBI 接管，卡林直接把最新的调查结论告诉总探长。死者名叫克莱尔，凶手在爆炸案发生前杀害他，并偷走他的汽车来运送炸药。因为死者生前必定和凶手有身体接触，才会在身上留下炸药的味道，所以只要破了他的案子，就等于找到了凶手。总探长不可思议地看向自己的助手保罗，整个团队都没有丝毫进展的案情，在1天内就被眼前的探员确定了明确的方向。汇报完成后，卡林简单客套了2句，转身离开。可他刚走没多久， FBI 探员保罗就跟着追了出来，邀请他加入一个特殊的部门。这是一个守卫森严的巨大仓库，仓库的中央有一个巨型的圆环设备，而在这里，他竟然看见了明明已经死去的克莱尔。这是一块可以自由查看4天之前的屏幕，但他们却用来偷看女人洗澡。Tell me, is there any scientific or forensic insight likely to be gained by spying on this woman in the shower? Shanty, we're trying to make sure the woman's clean. All right, why don't you,look around the rest of the bathroom. Can you do that? 面对如此香艳的画面，卡林下达指令的声音被操作员自动屏蔽了。即便技术主管有意咳嗽的提醒，他也充耳不闻。Got it. Yeah. You back? Sorry. All right. 通过分析7颗卫星回传的信号，他们就可以自由查看特定范围内的画面。唯一的问题是，生成这些数据所需要的时间是4天06小时，所以他们看到的东西永远距离现在的时间也是如此，不能快进也无法回看。这时，卡林的同事打电话来调侃说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专业，被害人家里到处都是他的指纹。可奇怪的是，他之前去死者家中的时候全程都戴有手套。更奇怪的是，现在被他们监视的4天前的女死者竟然感觉有人在偷窥她，他们以为是凶手上门了，赶紧拉远镜头查看四周，但却没有找到任何身影。这不禁让卡林心中有了个大胆的猜想，于是在接下来的监视中，他偷偷做了一个测试。红外线竟然透过屏幕照进了4天之前，但保罗依然硬着头皮否定了卡林质疑他们是否掌握了穿越技术的提问。She saw it all. I pointed this thing at her just now, and she responded to it from 4.5 days ago. Explain that to me.
事已至此，他们只好交代他们这些天并不是查看回放，而是实时监控。能够穿越是一次偶然的发现，但在没有完全掌握这项技术之前，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可卡琳关心的是能否利用这项技术提前抓住凶手，拯救眼前这个女人，拯救在上午的邮轮爆炸案中丧生的543名无辜市民。 It's not even possible. 因为他们的确尝试过传送活物，但都失败了。卡琳继续提议，既然活物不行，那么传送一张纸条呢？把关键信息写在纸上，传给4天半前的自己。可主管依然担心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 Maybe. Why don't we call it fate since we're calling it something? Maybe you're right. Maybe you guys are exactly right. I don't know. All I know is this. For all of my career, I've been trying to catch people after they do something horrible. For once in my life, I'd like to catch somebody before they do something horrible. All right? Can you understand that? 最终，他们妥协了。通过这些天的信息比对，他们已经知道凶手的出现时间。只要把这张纸条送到过去的卡琳手中，他就有信心阻止这场灾难。可是，当这张造成全城暂时停电的纸条成功传送到卡琳的办公桌上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办公室。取而代之的是，他的搭档拉里发现了这张纸条。这时的卡琳眼里已经泛起了泪花。他太了解他这个搭档，知道他一定会按照纸条的提示孤身前去阻止凶手。而他们能做的只有静待事情的发展。能在凌晨4点出现在码头的人有且只有凶手一个，所以拉里很快就锁定了目标。 但谁也没想到对方竟然会直接开枪，他的搭档还是死了。只不过这一次因为卡琳的原因，拉里没有死在爆炸案中，而是死在凶手的枪下。就在众人伤心这段时间，凶手载着拉里的尸体已经快开出了他们的监视范围。要想继续监视对方，只有带上目镜器跟着目标到指定区域。但唯一会操作目镜器的加纳斯得待在办公室操控屏幕。卡琳想都没想，直接坐上了那辆配备目镜器的悍马。这是一个类似 VR 眼镜的头盔，戴上它就能在实时看见4天前的当前画面。 而接下来将是电影史上最有创意的一场追车戏。这次开车他必须一心二用，因为戴上这个目镜器，他的左眼就能看到4天前的画面。当然，只要稍微一分神，车祸也是必然发生。好在他驾驶的是一辆军用悍马，才毫发无伤，但这并不代表他可以肆无忌惮的横冲直撞。一个急转弯后，他终于追到了他这次的任务目标，那个距今4天之前出现在这个位置的凶手。可他却忽略了眼前那辆来不及制动的大货车。 I can see him. He's right in front of me. 这次虽然捡回了小命，但目镜器的屏幕受损了，只能通过监视中心远程指挥他的路线。辗转追逐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终于找到了目标的藏身之所。可当卡琳带上装备慢慢走近，却看到了截然不同的画面。4天半前完好无损的房子，如今却被一辆救护车撞毁，几乎烧成了焦炭。一直绕到后院，凶手才又出现在画面当中。他正把卡琳的搭档拉里从车里抬出来，一点点把他拖到屋檐里边，再把油泼到他的身上，准备焚尸。可中枪的拉里突然恢复了意识。Waking up. Brace yourselves. I think you're about to witness a murder. 跨越4天的时空，卡琳和监控中心共同见证了拉里被谋杀然后被焚烧的作案过程和犯罪现场。不过有了人脸信息和案发现场的物业登记资料，他们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卡罗尔·奥斯达。可是卡琳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他还有机会拯救已经被凶手杀害的新上任。因为监控中心可以看到4天以前的画面时，他们掌握了可以让声音画面穿越时空的技术。只是穿越活人绝对是9死1生，但卡琳已经顾不了那么多，因为他第一次在手术台上看到克莱尔尸体的时候，就已经爱上了这个漂亮的女人。这是一台时光机，但使用它穿越的人都是9死1生。所以他直接把投放地点放在了手术室外，还在胸前提前写上抢救我的字样。 Clear. Resume CPR. 1, 2, 3, 4, 5, 6, 7, 8. 抢救很成功，唯一的问题是他没带换洗的衣服，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隔壁病床昏迷的患者身旁的私人物品。新衣服有了，可他还需要武器和交通工具，所以他径直走到后院，拍了拍保安的肩膀。 Whoa. I'm a federal agent. I need your keys. I need a vehicle. 装备现在齐了，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案发现场，因为他要营救的目标此时已经被凶手绑架，被凶手用汽油浇灌全身，也恰好是汽油的润滑让克莱尔的右手挣脱。可反抗没过3秒，他就被凶手一拳打晕，但凶手的脸也被克莱尔抓伤。为了不给警方留下证据，他决定在烧死克莱尔之前剪掉他的手指。就在这时，卡琳的救护车刚好闯进了凶手的院子，听见动静的他赶紧抬手举枪，在救护车撞破墙壁的那一瞬间扣动了扳机。 有人在这个时候闯进来，说明他的计划已经被人知晓。好在心思缜密的他有应急预案。此时躲在车边的卡琳小心翼翼的探头找到了克莱尔的身影，他还不知道凶手已经绕到了屋外，更不知道自己已经掉进了屋外这个男人提前设置好的陷阱当中。巨大的蘑菇云缓慢升空，卡琳如果再不行动，他的这一次穿越也要宣告失败，因为是生是死往往都在那一念之间。 确定2次爆炸炸毁了整间房子的凶手，才驾驶卡莱尔的车离开，去继续执行他接下来的计划。卡琳也才得以救回他跨时空爱上的克莱尔。Hey, look at me. Look at me. Let me get you out of here.
Okay. 很快，他们开着凶手的车离开，因为不在1小时40分钟内阻止凶手，对方就会炸毁一艘邮轮，导致543人遇难。但在这之前，他们得先去克莱尔的家中清理身上的血迹，而接下来的事情刚好全和卡琳在穿越之前调查死者的屋子对上。冰箱上的你可以救他，是穿越后的卡琳亲手拼写的；水槽里鲜红的毛巾以及地上的血印，是穿越后的卡琳擦拭中枪的左肩以及拖在地上的衣服。看到克莱尔穿着红色的碎花裙和穿越前他在手术台上见到的尸体一样，他坚持要他换上他衣柜里他上午见过的蓝白相间的那条，只是没想到克莱尔前脚答应，后脚却掏出了手枪对准他。 Stop right there. Don't move. Don't move. I'm calling the police. I am the police. No, you're not. Yes, I no, am. you're not. You didn't ask me any questions. You didn't take a statement. And you knew where my house was. What's in my closet? 这些疑惑加上他一直被戴着头套没见过凶手，让他不得不怀疑眼前的卡琳。直到他拨通 ATF 部门的电话询问关于卡琳的长相，这恰好也对应了助手曾告诉还没穿越的卡琳有个美女来电找他。得知真相以后，克莱尔才终于卸下了心中的防备。可当卡琳看到克莱尔帮自己包扎完毕之后扔进垃圾桶里带血的棉花球和那一杯沾满他指纹的水杯，回想起这一幕幕，不正对上了他明明第一次去死者家里戴了手套，但他的同事却调侃他说到处都有他的指纹吗？想到自己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决定把原本打算留在家里的克莱尔一直带在身边。他们赶到码头的时候，刚好看到凶手正在往回赶，这说明炸弹已经被他运上了船。他让克莱尔等到邮轮起航的时候就找身后的警察报案，然后一直到确定凶手走远，克莱尔已经安全，他才离开。 Be careful. 可没想到，准备骑车离开的凶手刚好看到了马路对面那里自己留在家里的汽车，于是他赶紧赶回邮轮去确保炸弹可以正常爆炸。而这一幕恰好被克莱尔看见，出于对卡琳的担心，他放弃了报案的原计划，一跃跳上了邮轮。一切看似因为穿越有了改变，但没到确定炸弹解除之前，又像什么都没有改变。因为刚刚上船的克莱尔还是又落到了凶手的手里。躲在暗处的卡琳看了一下时间，距离爆炸只剩最后不到10分钟了。凶手此刻就在他的眼前接受乘警的盘问。 Excuse me, sir? Sir, there's no passengers allowed on the car deck during transit. 他知道乘警有危险，但他已经来不及阻止。枪声吸引了船上所有人的注意，卡琳借助车辆的掩护，一点点向凶手靠近。武装守卫还没来得及支援，就被一梭又一梭的子弹逼回原位。这时，卡琳找到了被绑回车里的克莱尔，克莱尔也看见了他，他不停地用手比划让对方启动汽车，以此吸引凶手的注意，让他有机会绕到他预想的站位。因为他在穿越前已经审问过了对方，知道他的动机和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所以他才敢高举自己的武器，一边像是一个很懂凶手的贴心人和他交谈，一边调整站位引导他站在那辆汽车的正前方，然后再提示克莱尔趁凶手不注意的时候猛踩油门。 最后，在凶手被挤压固定的时候了结凶手的生命。警方很快赶到了现场，但事情还没结束，因为炸弹还没有解除，他们的时间还剩最后2分钟，而且这时的他们在警方眼里也是嫌犯。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and step out of the vehicle now! 这时的他们已经没有时间解释，如果不采取行动，大家都得死。What? 为了拯救那543条人命，哪怕可能被友军打成筛子，哪怕可能因为撞击而爆炸。 哪怕他们就此沉进海底，他们也必须试一试。海水不断的涌进车厢，卡琳拼尽全力拽掉了锁住克莱尔的方向盘，在汽车被油轮碾压完全没入水中之后，才终于用脚踹掉挡风玻璃，让卡莱尔得以逃生。但他自己却因为失去玻璃支撑的出口，被油轮挤压变形，再无逃脱的可能。克莱尔跃出水面逃出升天之时，也是倒计时结束卡琳葬身火海之日。 别着急，故事还没有结束。他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了本该死去的克莱尔和在爆炸中丧生的543位市民。刚刚相爱的2个人就这样天人永隔。但这看似是以悲剧收场的电影，其实结局很完美，因为牺牲的是从未来穿越至此的卡琳，属于时间线1。从他成功拯救受害者们的那一刻起，这个世界的一切就成了时间线2。在发生大爆炸之后，时间线2的卡琳会像往常一样赶到现场负责这起案件。相爱的人终归会重新相遇。You okay?